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新版本的永恩出装的绝活哥的那个出装，还有符文搭配。像这里我们看到，为什么永恩不选择出征服者，或者说继续像上个版本出那个带那个不灭之握？像不灭之握的话，在这个版本确实没有征服者那么收益那么高嘛。但是征服者的话，又因为你像打这种武器啊，或者说一些强势点的上单，它又比较肉。然后呢，它消耗你一下，你永恩还是比较脆的嘛。像没有 W 增加护盾抵消伤害的话，还是比较脆的。所以像迅捷步伐这种又能提供伤害又能恢复的这种，就变成了一个最优选。然后再搭配3绿，这样的话，兑现能力的话，就基本上就问题不大了。这里打野过来，换了个人头。像永恩的话，我就不多介绍了吧，大家也应该懂。反正就是2技能还有 E 的打上去以后打一套伤害以后叠加的那个被动，然后被动爆发。像这个版本有一件装备就是比较适合2件装备吧。像迅刃这件装备，迅刃这件装备的话，是增加了攻速在里面。但这里面绝活哥因为是在试装备的过程，像第1件银血的话还是必须要出的。第1件银血可以提高自己的伤害和生存能力，吸血嘛，还是很大帮助。在这个版本的话，好多英雄前期比较脆的英雄，银血对他的提升还是比较大的。然后第2件他选择出的是新装备魂签，能提供攻击力、暴击力还有攻速。然后呢，对英雄或者史诗级野怪造成暴击的时候，会召唤一个持续4秒的分身，攻击附近敌人。分身的话会继承 25% 的攻击力，还有 30% 的暴击额外攻速。同时只能存在2个分身。如果说因为这里面在试装备嘛，尝试不同的那个打法。如果说那个按绝活哥这种熟练度来说的话，有魂刃的话，那个魂签这个装备的话，魂签因为它提供攻速和暴击，然后对永恩来说，其实手感上还是蛮不错的，因为它提供的攻速会更高。但是呢，像迅刃的话是提供 15% 的攻击速度。然后迅刃的话也很好的提供了一个那个产生暴击的时候也会减 CD 嘛，所以如果选择迅刃的话，运气好就容错高一点；如果选择魂签的话，那这种情况下的话，魂签的手感会比较好。可能绝活哥是这么
这么觉得的，所以他选择第二件出的魂钱。像打武器这种，主要是现在已经变成了那种不能再秒的那种状态的话，前期的话互相的博弈还是上单博弈还是很关键的。像武器又有 E 技能去抵消它的那个技能伤害、技能消耗，所以武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肉的。这里面九哥想找机会，但发现找不到，那就清完肉兵线回去补一个那个银血，再找找机会。对面把这里面找不到机会，主要是那个武器出了。是反甲还是那个制裁短剑？这里我就想 all in 到底，但发现被控了那一下。像永恩，你一定要学会通过那个野怪或者小兵斩第三下的 Q， 就一技能有风的时候，既有位移，又能打到伤害，又能打到控制。像提供的攻速最好，就是前期永恩有攻速的话，对他的 Q 来说，也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帮助。像永恩还有一个主要是他的被动，很多人可能玩永恩的知道，像新手的话还是得了解一下，就是你每第二次攻击的时候，50%会转换成魔法伤害，向死而生，然后他的第二个那个被动的那个特效就是暴击率。然后暴击几率加倍，超过100%的暴击率转化为攻击，每1%的暴击率转化为0.6的攻击力。像端游的话，就已经把永恩的那个 E 技能的被动删掉了，因为像永恩你 E 上去，然后打的所有伤害，你看他武器头顶上就会有那个印记，这个当 E 再次取消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个爆发伤害。这里想尝试大一下，但大空有点太随意。
像第3件装备出破甲弓，这是没办法的。为什么？像他这种要已经进入劣势局了，只有自己这边发育的话，然后对面也比较肉，像57啊、瑞文啊这种，所以破甲弓这种穿甲性的就必须得要。像这种就没办法，只能向大龙的资源让掉，然后尝试带线拿经济刷野。破甲弓之后出死亡之舞，新版的死亡之舞，它的装备有护盾，然后有攻击力，然后能提供那个技能减 CD。它有一个现在就是参与击败，就是击杀对方英雄的时候，然后能恢复自己最大生命值的10%的那个恢复量，然后还有一个无视痛苦，存储32%所受物理伤害、魔法伤害，存储的伤害会在4秒内打出真实伤害的形式持续扣除。怎么说呢？就是对方打你的时候，他不会说立刻让你死亡，比如说在4秒内，他是持续扣下去。如果你刚好就只有这点，就是1/3血量的话，他打你的话，他这个是持续，就是不会说一下爆发让你死掉，会持续扣下去，然后这有几秒的极限时间你就可以操作，这也是一个增加容错的一个装备。然后在最后一件的话，就补一个那个无尽，因为对于永恩来说，他的暴击还是很需要的。因为永恩暴击越高的话，他的伤害就会越高，超过100%的话，哦，这里抓到一个机会，把对面奶妈给秒掉了。像这个版本奶妈出那件辅助装，那个和谐之律，约德尔和谐之律，太强了，这装备。主要是它那个增加的那个治疗效果有点离谱。虽然说不是一持续哈，但它爆发性的那种，然后血量增加，就有可能导致你杀一个人杀不掉。像这个版本，基本上对面除非没有奶这种英雄，但护盾这个是真的特别多。这里面想找飞机，但是大歪了，应该是前面有辅助的原因，他拉过去定位的时候斜不过去。这里瑞文，像有一个点就是，你要回来的时候，尽量要让自己攒到第3段风，这样的话有第三段 Q 的话，就可以看到没有，它就可以更多的选择性，可以穿墙跑路啊，或者干嘛的，或者说把击飞以后接着打，而不是说我回来以后我没有风，然后就尴尬了，我不知道干什么。
像在这里的话，就只能尽量给自己刷资源，因为是大劣势。基本上这边压过来的话，都出不了塔的。像你玩这英雄，一定要把经济掌握在自己手里面。就是队友菜，那你就不要让经济给他，让自己刷起来，然后自己尝试找机会切入到那个。但如果说你选择英雄不是这种 C 的英雄，比较肉啊或者什么的话，那就没那么建议。这里回来打武器，但武器还是太肉了，秒不掉的。这里5进6神装了，基本上出去的话还是脆皮可以完全是秒得掉的，只要对方没有盾，有盾的话那就直接放弃，赶紧回来。像永恩很好的一个点就是有那个混伤，就他的被动，第2下平 A 的时候，这里打到2个。回来的时候还把那个飞机给爆死了，就是他的1的被动，一个爆炸伤害。这里看看能不能再找长子机会，想叠个风，这里把对面中单收掉。这样的话就是找到机会，就是对方只要被你找到机会，你有经济的情况下被你找到机会，你就可以飞起来一次。然后这样的话就除了兵线压力比较大，然后龙的话下一波龙团是完全可以打的了。因为拿完这些人头，推完这些经济也算是起来了。这样的话永恩大3个，可惜那个飞机没有护盾，被奶妈给奶上了。这里把银血卖掉，因为到了后期的话也不需要那个保命了，现在就是极致的输出。你只要选择你的输出不够，那你就也打不了。现在就是必须得极致的输出。对面缺少一个飞机的话，伤害还是不够的。对面选择换大龙，然后这边赶过去，因为有远古龙的话，完全不怕他们。对面打不了架的，龙已经被对面收掉了，现在可以看能不能找到机会。那个左一刚好有盲免，抵消掉了这次的控制。这里来中路找武器，像有远古龙 buff 就完全不需那个武器，完全是可以秒掉。然后拉克斯在家里面守塔，然后这里的话就完全可以一路就推下去。这里斩风，因为有远古龙的话，应该是完全可以秒掉一个脆皮的，直接收掉。哎，金身了，那没办法。就这样，直接一个翻盘哈。那这一期就结束了，祝你们新赛季上分愉快。就这样先。